第11回内容讲述了孙不二在洛阳城外过着乞食的生活，假装成丰富，从而能够安心修行。城里有2个痞子张三和李四，企图找他寻乐，但遭遇到天降冰雹，让他们狼狈不堪。最后明白丰富不可侵犯，从此不再打扰他。孙不二在洛阳待了12年，专心修行，因而得以安稳。接着王重阳在马家庄的修行也受到村民的关注，许多人前来询问语期和失误的事情，重阳先生都能准确回答，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灵验。村民们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后，逐渐信服了他的能力。整体而言，这段故事凸显了修行者的智慧与神秘，以及因果报应的主题。现在我们就仔细聆听西真实传的故事内容。陷溺沉沦几有年，爱河滚滚浪滔天。修行自可登高岸，何用中流另觅船？话说孙不二自离了马家庄，一路之上假装着疯癫，行了数月，来到洛阳城外，有个破瓦窑，他便在窑内栖身，常驻县城乞食，装称十分疯魔，惹得那些小儿跟到一路。疯婆子长，疯婆子短，所以把他喊出了名。这城乡内外都晓得她是疯癫女人，再无人来扰她，因此得安心悟道，合着重阳先生大道，隐于疯癫之言也。又说洛阳县有2个出名的痞子，一个叫张三，一个叫李四，往往奸淫欺诈，无所不为。屡见孙不二在街上乞食，虽然面貌丑陋，却也明眸皓齿，若非脸上有许多疤痕，却也人才不弱。这2个痞子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那夜月白风清，满天星斗，2人从乡间痞骗良民回来，吃得醉醉醺醺。路隔破瓦窑不远，张三对李四说：“我们且去与那疯婆子做一作乐。”李四说：“去不得，去不得！我常听人言，若与疯癫的女人做了事，一辈子倒霉头，永不得长运气。”张三说：“咱们是天神不收，地神不要的人，管他什么长运气不长运气。”遂不听李四之言，径往破瓦窑而来。李四也只得跟他一路往前面走去。行不数步，猛见头上一朵黑云，将近窑边，猛然一声霹雳，如山崩地裂一般，从2人头上震来，吓得张三李四浑身打颤。那朵黑云条而散漫，天地昏暗，伸手不见掌，狂风骤起，吹得2人彻骨生寒。一阵猛雨落降下来，在2人头上如擂鼓一般，打得2人头昏脑痛。李四用手要顾脑壳，那雨打在手背上如铁担子一样，方知不是雨，原来落的是冰雹，仍呼为雪担子，俗名棱子。这棱子打得2人走投无路，没处蹲藏。李四不住说道：“活报应！我原说不要来，你强着走来，且看如何？”张三听见李四埋怨，心中作恼，忽一脚踩在雪担子，那雪担子光溜溜的，如何踩得稳？一溜就是一跤，慌忙爬起来，又踩虚一脚，又是一扑爬，就像有人推他一般，一连瘸了几瘸，瘸得头破眼肿，肉烂血流，只是喊天。不一会儿云开月现，依然星光满天。李四虽挨了些棱子，却不会瘸跤，倒无大损。只有张三被这几跤瘸得头昏眼花，只是吐舌摇头说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，这疯婆子犯不得。”李四说：“你才晓得犯不得，看你下回再来不来。”2人连说边走，各自回家。李四把这段情事对那些流氓痞子说之，1人传10，10人传100，因此那些不学好的人与乞丐等再不敢到破瓦窑来。孙不二在洛阳役12年，修行悟道，永无歹人相犯，皆赖李四之功也。后人看书到此，有诗叹曰：“
真人在此勿玄功，岂叫狂徒来逞雄？兵薄将士遭毒打，方知护法有天功。王重阳先生在马员外家，不觉年余，外面有几个村老闲谈，说马员外不会享福，白白将一分家财舍与别人，把一个员外娘子气疯了，不知走往何处去了。内有一个50余岁的人，名叫段安仁，说道：我昨日到他庄里去会马员外，门外无人看守，我一进门并不见一个妇女，尽是些男子。我问员外在那里，他们对我说在后面茅庵内听重阳先生讲道。我便往后走，见修盖许多茅棚，马员外同王重阳在帮中一所茅棚打坐。马员外看见我，即出来陪我到前厅叙话。我问他娘子的下落，马员外说他有他的道，我有我的庙。我又问怎不见丫鬟使女，员外说男使之婚，女使之嫁，各立家事，永无牵挂。我又问修这些茅棚做啥，员外说召集修行人悟道，养真性。我又问重阳先生怎不见出来，员外说他最爱清净，不与俗人交。我问必与员外把事交代了出来。欲找马兴，我又问马兴，你们这庄子先时多热闹，如今为何这般冷淡，好像寺院一般？马兴说，你不知道，我家来的这位重阳先生是个活神仙，他不喜欢热闹，爱的是清静。自孙娘子走后，他将庄里丫鬟使女仆妇等渐行遣去，只留下我们几个老好在此看守，故这般冷淡。我又问马兴怎见得重阳先生是位活神仙，马兴答我曰，凡家中的事与从前的事，莫得人对他讲，他都晓得，这不为奇。还有未来之事，以及某日晴某日雨，他无不知，岂不是活神仙吗？段安仁将马家庄的话说完，众村老之内有一个姓潘的老汉曰，依你这样讲，他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我们这干旱许久，未曾下过雨，何不同去问他几时有雨？众村老齐约好，即同潘老来至马家庄，先见马员外说明来意。马丹阳即引众老同到茅庵，问重阳先生几时有雨。先生曰，你们村东头土地庙墙壁上住的有雨期，你们去一看便知。众村老听了这话，即出庄来，回往本村，向东头是来，到了土地庙跟前，果见粉壁上写的有几行字。潘老即念与众人听曰，人王面前一对瓜，一颗珍珠照王家，23天下大雨，和尚口内吐泥巴。后面几行小字写着4字破。潘老看罢，笑曰，这是那些学生娃子在此写的一首字谜，有什么语期？众村老曰，是个啥字谜？你猜得着否？潘老曰，我惯懂字谜，怎么猜不着？众村老曰，你既猜得着，快猜来我们一听。潘老曰，人王下加雨点是个金字，王字旁加一点是个玉语，23天下大雨，豆漏来是满字，和尚去其合字而留上字，泥巴土也，上字加在土上，岂不是个堂字？明明是金玉满堂4字，那有雨期。段安仁走上前，用手指着23天下大雨之句曰，这明明是雨期，你们偏说没有，虽然是几句哑谜，却有机缘在内。今日19，隔23只有4天，看23有雨无雨，便知他灵也不灵。众村老齐曰，言之有理，于是各自回家去。到了23日，黑云满天，大雨如注，从早至午，雨方止。众村人始信重阳先生之神也。又有北村一人失牛，便寻不着，来问先生。重阳先生曰，牛在南村大树之上，鸦雀窝内。那失牛的人听了这话，忍不住笑说，若大的牛，那一点点鸦雀窝，如何装得下？重阳先生曰，你去自可得牛，不必多言。那人只得出了茅庵，来在南村，果见大树甚高，上有雀巢。乡里人原会爬树，即爬上树去采取雀巢，原是一个空窝，
用手扯了一下那枯枝坠来，打在脸上，略一低头，看见村里破屋之内拴着一条牛，仔细一看，正是所失之牛。这牛趴在破屋里，外面堆柴草，四围遮掩，若非从高望下，再也看不见。其人忙下树来，心中明白，这村里原有一位梁上君子，惯做此事。若非先生指示，他到晚间便把牛牵到远方卖与别人，再寻不出。其人到破屋里，各自去把牛牵回。此话不提。那日西村里又有几个人有问事，内有一个13、14岁的孩子，说他哥哥出门数月，不知几时回家，因此来问老先生。重阳先生曰：回去问你妈的手。那娃子闻言笑个不停。稍后回到家来，见他妈手自拿着一封书信，说：你哥哥在莱州做生意，带的有书信回来，带信人将才走了，你可差书念与我听。那娃子差书念曰：不孝男叔奉慈母，自父去世，蒙母教育成人，经体复制，出外贸易，颇繁顺遂，目下账未收齐，不得速归以慰母心。待秋凉之时，9月半间归家，侍奉干旨。那娃子未曾看完，拍手大笑说：好灵验，好灵验。他妈正要问他，只见门前来了5、6个人，不知为何。且看下文分解。不应于复隐，怎得见波涛？